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又被赵丽颖惊艳到了，新剧演陪酒女出圈，网友赞叹不已。赵丽颖在去年以第20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项后，本年度或将再次呈现具有突破性的表演作品。近日，由其主演的影片《向阳花》已确定将于4月4日在全国院线公映。值得注意的是，继与张艺谋导演合作后，本次赵丽颖将与冯小刚导演进行首次合作。与之前作品中塑造的荧幕形象不同，此次饰演的高月香角色在人物设定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性格特征，既包含命运多舛的悲情色彩，又暗藏坚韧不屈的行为特质。在角色塑造方面，赵丽颖延续了突破自我的表演路线，此次挑战的酒水推销员职业设定尚未公映便已引发广泛讨论。具体而言，在酒吧场景中，身形单薄的赵丽颖以较为暴露的服饰造型示人，手持酒瓶在顾客间进行应酬互动。该角色需要通过酒水销售获取提成收入，因此日常工作中需承担陪饮服务、维持职业性笑容等多项工作内容。从表演细节来看，赵丽颖通过眼神传递出对职业性讨好的麻木感，同时面部表情仍保持着服务性微笑，这种反差处理可以认为较好地诠释了角色在生活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在剧情发展中因角色外貌条件引发的冲突场景，赵丽颖在遭遇顾客不当行为后，被解救时已靠墙面情绪崩溃。其表演重点聚焦于角色对突发事件的双重焦虑，既担忧工作机会的丧失，更牵挂患病子女的治疗问题。尽管表演层面展现出较高完成度，但该角色设定仍引发观众群体的差异化评价。在讨论影视作品选角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列兵中关于陪酒女角色的呈现引发了广泛讨论。比如说，有观众提出质疑，认为像赵丽颖这样具有明星特质的演员来饰演陪酒女角色，与现实中从业人员的形象存在明显差异。这种观点主要基于对陪酒行业的刻板印象，即认为该行业从业者不可能拥有出众的外形条件。在张颂文主演的《列兵》中，制作方选择了一批外形条件相对普通的演员来塑造陪酒女群像。当这些角色首次登场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弹幕中出现了大量讨论，主要聚焦于演员的外形特征与观众预期之间的落差。比如说，有演员发色选择了非传统的浅色系，还有个别演员的体型管理没有达到观众对影视角色的常规期待，这些细节都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观众对角色真实性的不同理解维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相关行业经验的观众提出了不同看法。简单来说，就是长期接触娱乐场所的观察者认为，剧中的选角反而更贴近现实情况。比如说，陪酒工作本身需要大量摄入酒精饮料，这种情况下从业者出现腹部脂肪堆积属于常见现象。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对皮肤状态的影响，可以说剧中演员的外形特征具有现实依据。回到赵丽颖的案例，我们可以认为演员本身具有的颜值优势与角色设定之间确实存在表面上的不协调。但值得注意的是，影视创作本身需要考虑艺术表现与观众接受度之间的平衡。比如说，在特定剧情背景下，适当提升角色形象的可观赏性，实际上更有利于传达作品的核心思想。这种创作手法在影视行业中并不少见，可以理解为艺术加工与真实再现的结合方式。在人物塑造层面，赵丽颖饰演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属性。除了在娱乐场所从事服务工作外，
更重要的设定是作为需要独自抚养听障儿童的母亲角色。为了给孩子购置价值20万元的人工耳蜗装置，这个角色几乎尝试过所有能获得收入的工作类型，比如说帮人做保洁工作、拉车回收废品等。只要能够获得报酬的工作机会，赵丽颖都会尽力去尝试。在剧情发展中，这个角色还结识了一批同样面临经济困境的同伴，比如说在出现化妆品过敏反应后，前往医院就诊的路上，同伴还在帮忙联系有偿试药的工作机会；又比如在遭遇不法分子骚扰时，同伴通过激烈手段进行解救。但角色在脱险后，首先担忧的是经济来源中断，导致无法完成人工耳蜗购置计划。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角色通过多层次的情节铺陈，成功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重压下不断挣扎的母亲形象。从叙事逻辑来看，该角色选择特定职业路径与其外貌条件形成因果关系链。比如说，因为外形条件突出更容易引发他人关注，进而产生戏剧冲突，这样的设定使得故事发展具有合理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个案并不代表所有从业者都需要具备相同特征，只是作为艺术创作中的典型化处理方式。在角色诠释方面，赵丽颖在前期访谈中特别强调，希望观众感受到真实存在的生命力。这里的存在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状态，而是指通过表演传递出具有丰富情感层次的鲜活的角色特质。这种创作理念的贯彻，使得人物形象具有更强的代入感和感染力。该角色的人生目标设定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将经济积累作为核心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角色在剧情中会采取各种方式实现财富增长，即便需要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或情感消耗也在所不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与演员自身经历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在经历婚姻关系变化后，赵丽颖的演艺事业呈现出明显的转型轨迹。具体表现为从早期专注言情题材，如古装偶像剧、都市爱情剧等，逐步转向更具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类型。例如在《风吹半夏》中塑造商界女强人形象，在《幸福到万家》中演绎新农村女性角色，以及在《第20条》中挑战听障母亲这类特殊群体角色。这种转型路径可以理解为演员试图通过不同类型的角色诠释来拓展表演维度，虽然减少了商业活动曝光频率，但通过持续的作品输出，让观众感受到其专业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最新电影项目中，与其他同年龄段女演员注重维持影像美学标准不同，该演员选择通过改变外在形象，如面部肤色加深、发型呈现潮湿效果和表情管理来强化角色塑造力度。这种表演方式与角色设定形成呼应关系，至于最终效果，则需要结合剧本质量与演员的细节处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估。